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家幕府政权，也奠定了征夷大将军这一官职的特殊地位。然而在这镰仓幕府中，在开国将军源赖朝、二代将军源赖家、三代将军源实朝之后，征夷大将军和源家的联系竟然就慢慢的断掉了。事实上，镰仓幕府的第四代将军是藤原赖金，从此皇室成员也开始担任将军的职位了，并且政权的话事人的权柄也逐渐从源氏转移到了北条氏。那么为什么中等规模的地方武士团的北条氏能够如此强大，以及夺取了天下之后，源氏又为什么会发生悲剧？这些故事还需要从源赖朝被流放的那一刻就开始说。大约30年前，源氏在平治之乱中战败，当时只有14岁的源赖朝被流放到了伊豆，在那里他遇到了监视他的北条时政的女儿北条政子。当时政子只有4岁，他们在伊豆至小岛度过了20年的流放生活，青梅竹马的二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周围传出他们将要结婚的谣言，北条时政强烈反对，因为这支北条氏自称是起源于桓武平氏，而当时无论是否参与政治，人们默认平氏和源氏的人就是天然对立，类似于金庸小说中正派联盟与邪派联盟之间的关系。这种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本来就不太可能让北条时政这个当爹的接受，更何况他的女儿要嫁的是一个将来没有任何希望的被流放的罪人。然而北条政子坚决不顾家人的反对，还是坚持和源赖朝结了婚。既然已经发生了，北条时政也是为了女儿的幸福接受了这件事，这成为后来北条氏权倾天下的有趣偶然。既然已经成了北条氏的女婿，那么北条家也就开始了对源赖朝的天使投资。本身让源赖朝活下来就已经是平家的一个巨大失误了，而且平清盛可能也知道这个威胁，只是还没有大到需要他去警惕。而源赖朝与北条政子结婚，更像是源赖朝的入赘。北条氏从源氏的手中夺走了镰仓幕府的话事权，实际上相当于帮助平家稳定了关东，因此平清盛朝廷也不好过早的过问这些事情，源赖朝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北条氏能和源氏竞争对关东武士控制权的特殊地位，也就从此没有动过了。1199年，源赖朝去世，由当时18岁的儿子源赖家继位。然而与他的父亲源赖朝不同，源赖家几乎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不幸的将军之一。源赖家是镰仓幕府的第一代贵族统治者，相当于宋真宗。那么凡是有能力挑战这个王朝的势力，都肯定会选在他的任上去测试统治家族的稳定治理能力。源赖朝去世之后，包括北条家在内的御家人们开始尝试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源赖家也就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事实上，尽管源赖家一开始是一位有实权的将军，但是其外祖父北条时政和母亲北条政子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除了他们，还有北条时政的儿子北条义时，源义经时候的幕府2号人物，也是平家影响力的继承者尾原景时，源赖朝的贴身心腹大江广元等人。这些权臣们组成了13人合议制的中央决策和政治运行系统。2022年的大河剧《镰仓殿的13人》正是以这个背景为主题，非常的精彩。尽管13人合议制的定位是支持年轻将军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显然是削弱了源赖家的权力。御家人们也达成了共识，繁荣将至，政权不再需要独裁者了。即使没有像源赖朝那样的人来最终定乾坤，幕府仍然可以正常的运作。这本是御恩分共制度的妙处，只要有这层契约关系在，即使出现了权力强大的御家人，他多半也不会想着对源氏发动叛乱。然而现在这反而成了架空源氏的利器。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镰仓一朝最大的政治动荡，比起能源之乱。详细情况可以看我以前专门做的视频，那个视频本来还挺受欢迎的，也没有什么出格内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B 站限流过，而且会定期清理互动区，有点意思。总之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比起能源也是支持源赖朝的有力家臣，从源平合战时代就开始支持源赖朝，并且担任了源赖家的教育工作。比起能源的女儿嫁给了源赖家，生下了长子一番，继续下去的话，这个孩子应该会成为未来的将军，比起能源也就将成为将军的祖父。而源赖家还有一个年龄比较小的弟弟千帆，他的后继人是北条时政，因此围绕将军地处问题，在幕府内部出现了比起能源派和北条氏派的对立。这时13人合议制不仅起了防止权力集中的作用，也限制了比起能源扩张影响力。幕府内部的这种微妙动荡一直持续到了1203年，源赖家病倒，那么储君之争就变成了台面上的问题。北条时政首先采取行动，试图立刻让外孙千帆立为储君。比起能源呢，则是将北条氏的越俎代庖报告给了源赖家，
源赖家非常愤怒，命令比起人员设法暗杀北条时政。结果北条氏得知了这个阴谋，先下手灭了比起一族，并且杀死了一番。几乎失去了一切的源赖家，虽然尝试下令讨伐北条时政，但是没有人愿意服从连长子都保不住的将军去攻击当朝第一权臣，反而是北条时政罢免了源赖家，并且将他软禁于伊豆修善寺。次年，北条政子便抛弃了源赖家，北条氏最终暗杀了他，掀翻源实朝成为新的将军，由北条时政担任后见人。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之后，北条时政掌握了行政和财政的执行权力，作为正所别当，代理将军实行国政，称为职权。后来北条时政打算更进一步逼迫源实朝退位，遭到了北条政子的阻击，反而自己被赶出了政治核心，由其子北条义时继承职权。公元1213年，北条义时在政斗中战胜了四所别当和田义胜，成为了四所和正所两个部门的领导人。加上作为御家人职权的地位，北条氏的地位从此不可动摇。1219年，源赖家之子宫小为替父报仇，杀死了源实朝，而后被北条氏处决。宫小之外的另外3名源赖朝的男性子孙也被北条氏所杀，源赖朝唯一的女性后代也死于难产。至此，镰仓幕府的统治家族源氏血脉断绝，终究还是北条氏的平家笑到了最后。在这夺权的过程中，固然有北条时政和北条义时父子的奋斗，而另一个人物却更令人胆寒，那便是镰仓幕府的祖母北条政子。政子在镰仓朝中毫不留情地对付过自己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在朝廷与幕府以及各大武家势力的权力平衡中保持着自身的超然地位，是日本历史3大恶女之首。不过从北条政子的生涯来看，可能她和源赖朝的爱情并不假，而镰仓幕府的存续是他后半生的主要目标。1221年成久之乱，当时的朝廷由于镰仓幕府的建立而失去了政治权力和大量税源，陷入了运行危机之中。这份不稳定也终于传到了幕府中。当时的朝廷领袖后鸟羽上皇本来是对源实朝很是喜欢，希望在源实朝时期建立朝廷和幕府的稳定平衡，而源氏血脉断绝，使得后鸟羽上皇不得不采取更激烈的动作。北条义时于是向后鸟羽上皇提议，由一名皇族来担任第4代将军。后鸟羽上皇不许，之后发出了愿宣，讨伐北条义时。后鸟羽上皇在北面武士之外，又增设了西面武士来扩充直属军力，也派人前往各地要求秦王，得到了西日本大部分武士集团的支持。东国武士集团的战斗意愿也不高，这次是真的要直接和天皇家族开战，成为朝敌了。很多武家不愿意参与进去，也不认为已经不属于源氏的镰仓幕府值得效忠，开始抵抗幕府的命令。后鸟羽上皇也派人劝说御家人们消灭北条氏，为源氏复仇。而挽回危局的是北条政子，他召集御家人们发表战前檄文，激励他们为镰仓幕府而战，造就了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之一。其内容为：你我心手相连，这次可能是我最后能向你们传达的话语了。赖朝宫关东开幕，我们的生活境遇才终于有了改善。现在的一切都是赖朝宫的恩义，比山高比海深。但是现在我们中有些人被上皇欺骗，还有羞耻之心的，应该讨伐这些人，回报3代将军的恩情。现在就在这里，我给你们一次选择机会，今后是服从朝廷还是服从镰仓，现在就告诉我。此番演讲聪明地用武家社会的原则压过了人的本能和源氏与东国武士原本的关系，也将与后鸟羽上皇作战模糊成了与背叛的武士们作战。之后摇摆的御家人们团结一致，向幕府宣誓效忠。团结的东国武士在规模上比西国武士和朝廷武士大太多了。开战之后，成久之乱以镰仓幕府的压倒性胜利结束。为了防止天皇再次怂恿西国武士发动叛乱，北条义时让他的儿子北条泰时在京都设立了六波罗探提，专门负责监视天皇家族谋反的可能性，并且镰仓幕府还没收了支持朝廷的武士们的庄园，作为院方所领分配给了御家人们，进一步向武士们证明御恩奉公无上限。那么成久之乱使得朝廷的名声扫地，幕府的影响力也就需要进一步向西日本扩张了，势力的扩张也就需要更稳定的制度，这些是终于稳定之后的北条氏的新任务。然而历史并没有让一切如此的顺利，成久之乱之后仅仅3年，职权北条义时就去世了，其权力被六波罗探提的北条泰时所继承。又1年后，尼将军北条政子也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如同平清盛和高仓天皇死后的平安政权，
以及元赖朝时候的镰仓幕府一样，职权政治也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不过和之前的教训不同的是，此时的职权政治正处于更加繁荣稳定的时期。现在的御家人们似乎也更拥有政治智慧，他们通过类似于监察、议会、宪法的方式，设立了全新的中央政治运行方式，聪明地把群龙无首变成了集体专制。不过这些故事就留到下一期吧。都看到这儿了，还不点个赞吗？我们下期再见。